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休闲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点20分啊。目前我们看的是Coinbase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最近市场太动荡了，但是实际上还是在这个位置啊。整体政经局势上全是大事儿，一片乱局啊！最大的事儿那就是中美之间的，俄乌都是小事儿了啊。那加密货币市场，比特币我们应该怎么应对？上一期我是说好像没有跌透，在这个附近位置啊，我说有可能再下来一次。然后下边的止损线是73500附近，然后它做了一个双底啊，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区间，都是74000多一点这个附近，各个交易所可能都有一些区别啊。那波动形态上来看，这个结没结束，从量能上看好像也不好说，但是它实际上还是在这个长期上升通道的下沿破掉以后，在这边纠缠的过程。然后整体你从日线从周线开始看啊，周线上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还是震荡，相对比较宽幅的震荡。然后这个位置要是破掉，那往下再走一走，能不能守住这个平台？也就是说73800这附近之前的高点。但现在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，成交量也没能上来。那我们再看日线，日线看也是整体没有什么成交量上的异常，但关键是什么？现在纳斯达克有这么大的跳水，然后又有充分的量能释放出来，它是反弹过后继续下跌，还是调整结束了再继续向上？不太好说啊。那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干嘛？画一个这一个区间的斐波那契，它回调最高点最低点，它回调到哪儿了？正好是0.618的这一线啊。然后它有可能 A、B、C 这么回调，或者是这个回调结束了继续向上。不要看各种大报小报，什么川普上台以后中美对抗贸易战加税，无所谓啊，他们爱干嘛干嘛，我们也没法量化，我们也管不着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反映在这个 K 线上，这句话我说过很多遍啊，它就是规律。斐波那契回调到0.618附近给了反弹，那反弹以后它会继续往下掉还是往上不知道，这边有充分的量能，所以即便继续往下掉它也有一个反弹，这是一。还有一个，如果调整结束了那就继续向上啊。所以这个时候难判断难抉择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空仓，不要动，不要瞎做单。动荡的时候是机会，但是这种机会你很难把握的话，那就是赌博。你反过来，纳斯达克有这样的跳水，然后黄金呢，之前有一段时间了啊，我说三角震荡过后大概好像是这个位置，大概我们可以看 UPP 这个账号的之前的视频啊，它是有记录的啊。我说三角震荡过后它继续向上，有这个运气啊。提前布局的朋友们
应该是可以赚到了啊，大概20个点。20个点的收益，但是这种你就吃到一个差价一段就可以了啊，不要想着从根上买，然后把整个波段全吃了，那是神仙，谁也没有那个预判能力。但凡说有这种预判能力的人都是骗子，运气而已啊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赚差价，而不是我在这儿买了我在这儿卖了，这个我预判成功了，我准确率很高，那是扯淡啊，骗子。大的整体方向，黄金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走到这个附近的时候，我说已经到高点了，而且有一个顶背离，所以不太看好，怕有大的回调风险。然后你即便是涨了很多，它也没涨多少，相比之下比特币涨了好几倍啊，所以说相比之下它的投资标的没有比特币好。但现在呢，从这么高的位置它是涨上来了，如果没涨上来呢，它跳水的概率有多高？一旦跳水，你要赔多少个百分比？这些都是要两方面去考虑的啊，无论是涨还是跌，包括现在也是一样。它一旦一个趋势形成，它会继续之前的方向，这个倒是没错啊。但是你在这么高的位置接盘，如果它是山顶区间，它要回调，你在哪儿止损？这是问题啊。像这个时候是明确的给了一个好的止损点、进场时机，所以你在这儿是可以做单的。那纳斯达克跳水反弹，黄金继续向上，那比特币呢，相比之下比较平稳，完了成交量也不大，这就证明什么？大方向上还是向上啊。这个可能性我画了很长时间了，你看回看视频你应该能看出来。所以接下来怎么应对还是一样啊，要么站到这个上升通道的下沿上方，或者是下行通道踩上去下方止损继续做多。如果说这个位置破位，我相信没走到这位置它都反弹，如果打到73800这附近，应该是给一个反弹才对，就即便它继续下跌它也会反弹，这种是明确的信号进场时机啊。然后把这个波段吃了。你要是长线的布局的话，就是大段的继续向上，整体向上的这个概率啊。所以说你做短线、超短线这种的，不要在我这里看视频啊，没有用，没有意义。那种细节的操作，我在简短的这种视频里头也讲不清楚，讲完了你也会误解，你也会听不懂。越是交易久的人，你看我这个视频你才有用。什么都不懂的小白，你就从头看，从头。这里头很清楚啊，技术分析从零开始，把这些最基本的看明白了再说。所以说做交易是赚差价，不是预判，是盈亏比，是运气。但是这个风险呢，你一定要技术性的最大限度的保证你的亏损值，你不能亏大了，不能伤筋动骨，这个是交易的核心啊逻辑，也是最重要的点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交易，尤其是现在比较动荡的这个大的时局，更应该谨慎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